证明自己的男友不是人类，我直接从80层的阳台跳了下去。男友见状只是叹了口气，接着便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下。这一刻我知道自己赌对了，他真的不是人类。这一切还要从几年前说起。开学日当天，国家按成绩给大家分配零售，全班第一的校花直接就挑走了那只甲上级别的白狐，而排在最后一名的我只能分到一只评级丁下的最弱棕熊。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极寒末日就降临了。跟那头棕熊缔结了契约的我，幸运地共享了它的御寒技能，在冰天雪地的末日活了下来。而校花选的那只白狐却因为还没成年，在末日的第一天就死于突如其来的严寒。他嫉妒到发疯，领着一帮同学偷袭弄死了我的棕熊，还当着我的面煮了一锅熊肉火锅，大吃大喝。我气急攻心，直接吐血没了性命。再次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分发零售的那一天。作为班里成绩最差的学渣，我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只能等大家都选完了再挑。最终剩下的果然还是那只没人要的棕熊。我刚伸手准备把它抱起来，却被校花的喊声打断了动作。她怀里抱着那只小白狐跑了过来，白狐给你，这只棕熊我要了。不带丝毫犹豫地把小白狐硬塞到了我手里，自己迅速抱走了箱子里那只孤零零的棕熊。班里的同学见状全都看傻眼了，班主任也是一脸的不理解。要知道这只白狐可是这批零售里血统最纯的，据说远古血脉浓度高达80%，比那只血脉浓度才2%，而且特别普通的棕熊强了不止1点半点。老师赶紧劝他，新瑶啊，选零售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这可是关系到你以后前途的大事。江心瑶咬着下嘴唇，眨巴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老师，林浅同学其实比我更需要这只白狐。我成绩好，7月什么样的零售都能修炼成功，但是林浅同学本身天赋就不好，要是在7月一只血脉这么差劲的棕熊，他这辈子基本上就废了。这几句话直接赢得了全班的掌声，班主任也赞赏的连连点头。说得好，修炼最重要的就是修心。你有这么善良的心肠，哪怕零售稍微差点意思，也肯定能成大器。说完还狠狠瞪了我一眼。你还傻愣在那儿干嘛？还不赶紧谢谢人家新瑶。我眨巴了2下眼睛，伸手把白狐往前送了送。不用换了吧，我觉得这只棕熊就挺好的。江心瑶明显有点慌了，把那只棕熊抱得更紧了，委屈的小模样搞得像我在欺负她似的。林浅，你也别跟我这儿试探了，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换。可我根本不吃这一套，继续说道，真不用换。然而话还没说完呢，右手突然被什么咬了一口，低头一看，竟然是怀里的白狐，血液顺着伤口就流了出来，被白狐伸出舌头轻轻地舔舐着。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我竟然被这只白狐给契约了，而且签的还是同生共死的血脉契约。同学们都盯着我看，眼里满是鄙夷。本来还以为林浅是不识抬举才拒绝白狐，没想到居然是在演戏。嘴上说着不想要，身体却急着跟白狐签契约，这是生怕校花突然反悔了。真是又当又立。契约刚一签订，白狐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听着周围那些闲言碎语，我心里无比憋屈。他们哪里知道，我是真的看不上这只废柴白狐。被强行绑定契约后，我只能顶着白眼坐回自己的位子。上一世的江心瑶选了白狐，而我被迫跟那只没人要的棕熊签了契约。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恐怖的极寒末日突然就来了，世界陷入-50°的严寒之中，地球好像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冰柜。但由于血统纯正的白狐比起杂交零售成长期要长得多，因此当极寒末日降临的时候，白狐还是个只会喝奶的小废物，在末世第一天就被冻得硬邦邦的。而我的棕熊在我的细心照顾下已经进入了少年期，并且觉醒的天赋刚好是共享能力，在-50°的极低气温里跟我共享了它的抗寒天赋，所以我也成了末日里最不怕冷的那个人。那天我跟着学校组织的异能者小队出去找物资时，江心瑶好几次想引诱棕熊解除跟我的契约，想让它成为自己的零售，但是都被棕熊给拒绝了。碰了好几次壁，逼得江心瑶恼羞成怒，四处散布谣言，说只要吃了棕熊的肉就能获得抗寒的本事。最终再一次出去找物资的路上，江心瑶联合别人害死了我和棕熊。在那个为了活命吃人的末日里，我们成了他们嘴里的食物。回过神后，我担心地望着江心瑶手里的棕熊。上辈子我和棕熊情同手足，是彼此最信任的搭档，没想到这一世却被江心瑶抢先一步夺走了。失去抗寒天赋我倒是无所谓，就是担心棕熊跟着他会不会挨饿受冻，会不会受什么委屈。然而正当我发呆地看着棕熊时，却发现他也在偷偷地观察我。我们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只有玩具那么大点的棕熊竟然冲我眨了2次眼，不是1次，也不是3次，刚好是2次。我心里瞬间一阵狂喜，因为眨眼2次是上一世我和棕熊的暗号，眨2下眼睛，意思就是让我放心。从我刚才想留住他的举动里，他发现我也是重生回来的，现在他用同样的老办法告诉我，他也重生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同情地看了一眼江心瑶，千万别被棕熊那憨厚的样子给骗了，他的性格可一点都不温顺。这只棕熊骨子里可是个腹黑的主。当我和棕熊还在用眼神飞快交流时，突然之间感觉到了一股温热。我低头看了一眼，
原来是我那帅气又高贵的白狐醒过来了。我才不是什么废物呢！一个高傲又带着奶气的声音响了起来。还有，女人不许盯着那个黑不溜秋的丑八怪看。我用手指轻轻戳了戳小白狐，小声地问他：刚才是你在跟我说话吗？小白狐只是傲娇地哼了一声，接着在我怀里懒洋洋地翻了个身。我觉得不应该只叫他小狐狸，应该尊称他一声少爷才对。女人，我叫胡白，你要想叫我少爷也行。我戳了戳他的小脑袋瓜，小东西，谁教你的这么中二的台词？与此同时，讲台上的班主任正在讲怎么刻画契约阵法。一般都是人类主动去契约灵兽，可兽族天性都很高傲。幼年期的兽族虽然相对温顺一点，但是很少有主动跟人类签契约的，除非是遇到特别亲近的人类。等班主任讲完后，同学们都开始尝试契约自己的灵兽，只有我是个例外。要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能相信我被一只白狐给强行契约了？胡白，你为什么要主动契约我啊？胡白一脸嫌弃地说。那个女人身上味道很臭。我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江心瑶可是全校公认的校花，好多男生追在后面夸她香喷喷的呢。胡白气鼓鼓地反驳道，他们眼睛全是瞎的，看不出她骨子里的臭味。那我呢？我故意逗着他玩，怀里的小白狐把脑袋往我腿中间钻了钻，声音听着有点别扭。凑合吧，你挺甜的。我这才明白胡白为什么非要死皮赖脸跟我签约。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一会儿揪揪白狐的耳朵，一会儿捏捏白狐的小肚子，最后实在是忍不住，直接对他那条蓬松诱人的大尾巴下手了。都说狐狸的尾巴摸不得，可他现在还是个孩子呀，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放过？小白狐那毛茸茸的大尾巴不就是给妈妈摸的吗？我刚把手放在尾巴上摸了一下，胡白整个身子就像触电般僵住了，雪白的毛发中间隐隐约约透出了一点粉红色。快把手拿开，你这是在耍流氓。那样子活像个被调戏的小媳妇。我眨巴了两下眼睛，不好意思的把手缩了回来，倒打一耙说，小不点儿，脑子里别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胡白被我气得不行，眼眶立马就泛起了泪花，气鼓鼓的把脸转到一边，干脆不搭理我了。此时教室的另一边，江心瑶那张精致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她对着棕熊发起了契约。契约阵法在棕熊身上快速的转动，殊不知此时阵法里的棕熊偷偷调动了灵力，暗中改了2处阵法的纹路。原本普通的平等契约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变成了主仆契约，只不过棕熊是主人，江心瑶成了仆人。这是之前出去历练的时候，我和棕熊在一个遗迹里发现的特殊阵法，没想到现在被棕熊拿来算计江心瑶了。成功契约的棕熊得意地瞥了我一眼，我偷偷把手藏在课桌底下，给他竖了个大拇指。所以说千万别得罪老实人。女人，你这个坏女人。耳边突然响起了赌气的声音，又是胡白，那个傲娇又死要面子的小少爷。我哪里坏了？我漫不经心地捏着他软乎乎的脸蛋，虽然没多少肉，但是手感特别好。你摸了我的尾巴，还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而且还是个黑皮肤的丑八怪。胡白越说越觉得委屈，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还得加上一条，你还是个爱吃醋的小少爷。片刻后，全班同学都完成了契约，班主任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份修炼用的零食，我只给自己留了1块，剩下的全都给胡白当零食吃了。19块零食被他咬得嘎嘣脆，还没走出教室呢，我的零食就被他吃了个精光。同学们都盯着我看，眼神里充满了惊讶。林浅是疯了吧？把一周的修炼物资全都喂给白狐了。他刚才是不是没认真听课啊？不知道灵兽的成长周期很慢吗？零食主要是留给自己修炼用的，白狐跟他签契约真是白瞎了。就连班主任也皱起了眉头。某些同学注意点，零食每个月的配额是有限的，浪费了学校可不会补发。我知道老师这是在说我，但也只是乖乖的答应一声。说实话，上一辈子我对棕熊确实很慷慨，别人都是4比1分配修炼资源，我和棕熊从来都是5-5开。毕竟我觉得既然是伙伴就应该平分，但就算是对棕熊，也没像对白狐这么大方过。他吃了19块，而我却只留了1块。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我却只恨零食太少。因为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我和白狐签的是血脉契约，普通的平等契约不管哪一方死了都不会连累对方，可是血脉契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契约意味着生死都要绑在一起，如果白狐像前世那样在末世第1天就冻死，我也得跟着一起完蛋。因此眼下这只小祖宗的命比什么都金贵。剩下的这点时间，同学们都找地方自己修炼去了。我抱着白狐准备离开，路过江心瑶身边的时候，她突然侧身挡住了我的路，压低声音跟我说，我知道你也重生了，这一回该轮到我契约棕熊掌握抗衡能力了。可我嘴角只是微微往上一扬，那就祝你长命百岁吧。江心瑶脸上写满了得意。有了棕熊，我当然能活得特别滋润，至于你，就等着跟你的废物狐狸在末世第1天一起冻死吧。这时怀里的白狐懒洋洋地看他了一眼，随后突然撅起了屁股，对着江心瑶放了个震天响的臭屁。江心瑶的优雅形象瞬间崩了，尖叫着连连往后退。林浅，你疯了吗？快点把这只臭狐狸弄走。我轻声笑了一下，抱着白狐转身就离开了。想到培养灵兽就是个无底洞，
急需大量的灵石成了我最大难题。于是我一边撸着白狐的毛，一边琢磨，前世末世来临之前，媒体曾曝光过一个小型的灵脉，按时间来推算的话，那个地方应该还没被人发现呢。我带着胡白立马开车赶了过去，很快到了前世标记的那个位置，却发现江心瑶已经先一步到了。作为世家的大小姐，她的人脉资源根本不是我能比的。我站在灵脉的外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带着20多个壮汉疯狂地开采灵石。此时胡白蜷缩在我怀里，被那些闪闪发光的灵石缠得直咽口水，我只好赶紧捂住他的眼睛，别看了，宝贝儿，这里的灵石的品质太差劲了，妈妈带你去别的地方找吃的。随后我就抱着胡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然而还没走出多远，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惊喜的声音：姐姐，是你吗？姐姐，是你吗？我浑身猛地一抖，猛地回头看向江心瑶挖灵石的现场，原来宗雄正被江心瑶用一根粗麻绳拴在遮阳伞底下。他虽然看起来是在呼呼大睡，但其实那双黑洞一样的眼睛正透过墨镜的缝隙死死地盯着我这个方向。这时怀里的胡白明显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本来因为吃不到零食而耷拉着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语气更加傲娇，而且带着一丝危险。女人，你的心跳变快了，又是因为那头蠢熊吗？我没搭理胡白的醋意，在脑海里飞快的回应：宗雄，小黑，你能通过神识跟我说话了。宗雄的声音听着有点虚，但掩饰不住那股子兴奋劲儿。上辈子死前咱俩灵魂共鸣过，这辈子虽然没契约了，但我觉醒了精神链接的天赋。姐，别管江心瑶那个蠢货，他挖的都是表面的废料，真正的宝贝在东南角那棵枯死的老槐树底下，只要往下挖3米，就会有一颗万年冰火灵髓。冰火灵髓，我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那可是传说中能洗精伐髓，甚至能让灵兽产生变异进化的神物。江心瑶嫌弃那边晦气，根本就不让人靠近。宗雄立马说道：姐姐，快去拿到那个你的小白脸哦，不对，你的白狐，就能在末世活下来了。我听后心里一暖，强忍着眼眶的酸涩。那你呢？江心瑶对你怎么样？放心吧。宗雄的声音透了一股狡猾劲儿。我现在还假装没觉醒，那个蠢女人根本没发现。切断了联系后，我立马调转了方向盘。去哪儿啊？胡白不满地用尾巴扫了扫我的下巴，我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带你去吃自助大餐。果然如宗雄所说，那棵老槐树附近空无一人，只留有一个隐藏灵脉的阵法。胡白见我来到灵脉，虽然满心好奇，但碍于面子，只能撅着嘴强忍着不问。我抱着白狐在阵法周围转悠，没过多久，宗雄就解开阵法，探出个脑袋。现在他已经能开口说话了，朝我挥挥爪子。姐姐，快进来。怀里的胡白看见宗雄立刻炸毛了，摆出凶巴巴的架势。我赶紧捂住胡白的嘴，对宗雄抱歉的笑笑，这小家伙有点调皮。宗雄在前面引路，没关系，姐姐别责怪弟弟。虽然捂住了嘴，但胡白的声音在我脑海里炸开了锅。天啊，这是个绿茶，黑皮绿茶，放开我，我要咬死他，今天非咬死他不可。林倩，别拦着我，没有男人能忍受女人当面出轨，我还活着呢，你就敢和这个黑皮绿茶幽会，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男人？快放开我，我要和他决斗。我被吵得头疼，看了眼宗雄周身环绕的灵力，突然松手让胡白跳到了地上。落地的胡白难以置信地回过头，显然没想到我真的会放手，接着以0.008米每秒的龟速1步3回头地挪向宗雄。第4次回头时还不确定地看我一眼。你都不拦着我，不怕我打死你的小情人？我瞧了眼宗雄的灵力，吃了半天零食的他灵力是胡白的50多倍，谁打死谁还不一定呢。我笑眯眯地说，没关系没关系，让我看看你的男子气概，要是你能打死他，以后我心里就只有你。胡白爪子不安地刨了刨地，似乎被说动了，但看了眼宗雄的灵力，又扭扭捏捏地回到我脚边。看在你认错态度好，这次就原谅你们，下不为例。我拿出后备箱里的工兵铲，二话不说就开始挖。胡白蹲在边上像个监工大爷似的。女人，你该不会是想挖蚯蚓喂我吧？我告诉你，本少爷只吃零食。叮的一声，铲子碰到了硬东西，一股红蓝交织的光芒瞬间冲天起，周围的温度一下子变得特别诡异，一半极冷，一半滚烫。胡白本来懒洋洋的狐狸眼瞬间瞪圆了，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血脉渴望。他嗖的一声窜了下去，围着那颗拳头大小流转着红蓝双色的晶体打转，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万年冰火灵髓。胡白抬头看着我，声音都在发抖。这是给我的吗？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只要吃了它，半个月后的极寒你就不用怕了。胡白听后愣住了，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第一次少了几分傲慢，多了一丝复杂的感情。此时宗雄说道，姐姐，这个冰火灵髓就给弟弟吧。他又把灵脉分成3份，自己只留下了最小的一份。我只要这些就够了。说着又指向另外一堆小的和那份最大的。这些够你修炼，用了吧，剩下的都给我弟弟吧。胡白听后立马开始大叫，我看这黑小子怕是看上你了吧？你脑子里除了谈恋爱还能装点别的吗？怎么什么事都能往那方面想？胡白还是不服气，
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我轻声提醒，还想不想要零食了？他立马老实了。棕熊回去后，我让胡白将零嘴吞进了肚子里，下一秒，他浑身爆发出耀眼的光芒，本来雪白的毛发尖端竟然染上了一层妖艳的绯红和冰蓝，并且很快他就昏睡了过去。我明白这是需要在识海里消化这股庞大的能量。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我也没闲着，而是卖掉了父母留下的市中心大平层，租了一个位于郊区自带地下避难所的坚固别墅，并用剩下的钱开始了疯狂大采购：3000箱自热火锅、500件羽绒服、1万贴暖宝宝、10吨无烟煤、5台发电机、2吨柴油，还有胡白最爱吃的进口和牛跟极品金枪鱼。当然也没忘记给我的卧底棕熊准备一份。我偷偷在避难所的一个隐蔽角落埋下了大量的蜂蜜和肉干，这是留给小黑的后路。就在我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江心瑶却找上门来。他带着几个跟班，穿着一身名牌，怀里抱着体型明显大了一圈的棕熊。林浅，听说你把房子卖了？江心瑶的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是不是养不起那只飞舞狐狸，准备跑路了？他身后的同学也跟着附和。校花现在可是风云人物，棕熊虽然只是丁级，但力量惊人，昨晚一巴掌拍碎了测试机呢。是啊，不像某人的白狐，听说天天就知道睡觉，怕不是得了绝症吧？我正在往车上搬运最后一批保暖材料，听见这话停下了动作，淡淡的看了一眼他怀里的棕熊。小黑正生无可恋的被江心瑶勒着脖子，看见我，他直接翻了个白眼，舌头歪向一边，继续装死。关你屁事！我冷冷的回了一句。江心瑶先是脸色一僵，随后又露出冷笑。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林浅你要是不下来求我，以后我也许能赏你一口汤喝。说着，他还得意地拍了拍棕熊的头，对吧，小熊熊？棕熊配合的嗷了一声，听起来威武霸气，其实在精神链接里对我吐槽：这女人喷的香水太刺鼻了，我想吐。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我在心里回道：先忍忍，半个月后给你做熊肉宴，我是说全肉宴。看着江心瑶趾高气扬离去的背影，我摸了摸怀里还在沉睡的胡白，低声说道：快点醒来吧，好戏要开场了。半个月之后的中午12点，本来高挂的太阳突然被一层诡异的灰雾给挡住了，气温在短短10分钟内从30度骤降到零下20度，并且还在持续下跌。世界瞬间进入了冬天，手机里全是尖叫和求救的各种推送。好冷啊，我家玻璃被冻裂了！救命啊，我的零售被冻僵了！我坐在壁炉前面，身上披着薄毯子，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拿铁。壁炉里火光跳动，整个地下室温暖如春。沉睡了半个月的胡白也终于醒过来了，他的体型并没有变大，只是尾巴的数量从1条变成了3条，3尾妖狐。啊，好吵啊！胡白伸了个懒腰。外面怎么这么冷？末日来了，我喂给他一块顶级和牛，感觉怎么样？胡白眯起眼睛，那双一瞳左眼冰蓝，右眼绯红，闪烁着光芒。他突然从我怀里跳出来，落地的瞬间，一股肉眼可见的红色气浪以他为中心散开。本来还需要壁炉维持温度的房间，很快变得燥热起来。这是赤炎领域？我惊讶地问。那是本少爷消化了一半灵髓觉醒的天赋。胡白傲娇地扬起下巴，3条尾巴晃啊晃的。以后你不需要那些破炉子了，本少爷就是最大的暖炉，抱着我，零下100度你都能穿比基尼。我脸一红，谁要穿比基尼啊？与此同时，学校的宿舍里，江心瑶裹着3层厚被子，却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该死的，怎么会这么冷？她牙齿打着颤，看着窗外已经被冻成冰雕的树木，尖叫道：棕熊，棕熊死哪去了？角落里，棕熊慢吞吞地爬了出来。它身上虽然有厚厚的皮毛，但此刻也装作冻得哆哆嗦嗦的样子。快发动你的御寒天赋！江心瑶命令的口吻说道。我是你的主人。棕熊无辜地眨眨眼，心里却在冷笑。想得美。上一世共享的能力可以让他全心全意释放热量保护我，但这一世虽然棕熊身上确实亮起了一层淡淡的黄光，可那光芒仅限于他自己的皮毛表面，一丝热量都没有外泄。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冷？江心瑶扑过去抱住棕熊，却发现棕熊的毛虽然不冰，但也绝对不暖和，就像抱着一块石头。废物，丁下血脉果然是废物。江心瑶气急败坏，一脚踹在棕熊身上，棕熊顺势倒地，发出虚弱的哀嚎，眼神却在阴影中闪过一丝寒光。很快，时间来到了末日的第10天，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窗户，外面的气温已经跌破了零下50度，连坚硬的钢铁都冻得发脆。我的恒温别墅成了这冰原上唯一的净土，充足的物资和温暖的环境自然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人。凌晨时分，几个气息凶悍的异能者用蛮力撬开了别墅外面的大门，他们带着贪婪的眼神直接冲进了院子。冲在最前面的壮汉扫视一圈地面之后，露出狂喜的神色。老大，这里居然一点都没结冰，肯定藏着天大的宝贝。我握紧拳头，正准备掏出之前买的强弩，站在身旁的胡白却突然抬起爪子按住了我的手，接着声音清冷地说道：想活命的话就赶紧滚。这会儿的胡白体型已经长到了半人高，雪白的胡毛在暖光下泛着柔光。他迈着优雅的猫步走向门口，
金色的树瞳像看蝼蚁一样看着那几个人。一个瘦高个异能者搓了搓冻僵的手，眼神贪婪地盯着胡白。好漂亮的狐狸，皮剥下来正好给我做条保暖围脖。领头的异能者狞笑着从手心里凝聚出一根冰刺，冰刺泛着森森寒气，看着就威力十足。胡白不屑地从鼻腔里冷哼一声，找死！紧接着我就看见了这辈子最让人震撼的一幕，耀眼的白光突然在院子中央炸裂，四个人睁不开眼睛，那个半人高的雪白狐狸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形修长挺拔的少年，一头银发如银瀑般披散在肩头，他的皮肤白得像上好的羊脂玉一样，勾勒出流畅而紧实的肌肉线条，头顶一对毛茸茸的狐耳轻轻晃动，身后3条巨大的狐尾肆意张扬着，那张脸简直妖孽到了极点，眉心一道红色的火焰纹路格外醒目，眼角微微上挑，带着勾人的魅惑，活脱脱一个祸国殃民的男狐狸精。看够了吗？他缓缓回过头，冲我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没等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时，只见他修长的手指随意一挥，一道幽蓝色的冰焰瞬间便席卷了整个院子。那几个异能者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冰焰包裹，化作了冰蓝色的雕像。紧接着，火焰从雕像内部猛烈燃烧，将它们全都化为了灰烬，飘散在空中。处理完这些不速之客后，胡白身子微微一晃，似乎有些脱力，我连忙跑过去扶住他。身体触碰的瞬间，一片滚烫的肌肤烫得我心头一颤。胡白顺势倒在我怀里，结实的手臂紧紧搂住我的腰，脑袋在我的颈窝处轻轻蹭了蹭，变回了那个爱撒娇的语气。女人变身消耗太大了，我要充电。怎么冲？我结结巴巴地问他，同时脸颊也开始发烫。胡白缓缓抬起头，那双一瞳深邃的不见底。他突然凑近，在我敏感的耳垂边低语道：“亲我一下。”江心瑶凭着棕熊皮糙肉厚的超强防御力，才勉强在这极寒末世中活了下来，并且加入了一个由校霸组成的幸存者小队。但他一直怀恨在心，到处散布谣言，说我知道一个储存海量物资的地下恒温仓库的位置。所以就在今天，他们还是决定对我的别墅动手了。而我也提前收到了棕熊传来的情报。姐，今晚12点整，他们会偷袭你的别墅。江心瑶那女人说，只要杀了你，就把弟弟的皮剥下来，给他做大衣，而且他们还带了威力巨大的炸药。听到炸药2个字，我眼神瞬间一冷，握紧了拳头。当晚外面大雪纷飞，寒风呼啸，江心瑶领着20几号凶神恶煞的人，鬼鬼祟祟地包围了我的别墅。林浅，江心瑶拿着扩音器大声喊道：“我知道你肯定在里面，交出所有物资和那只白虎，我们可以让你不死。”我和胡白站在2楼的阳台上，此时的胡白已经完全适应了人形模样，还被我强行穿上了干净的衬衫长裤。江心瑶，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我语气平淡的回应。少废话。江心瑶面容狰狞，这段时间的严寒折磨得她皮肤多处溃烂，看着我红润有光泽的脸色，嫉妒到发狂的她立马就要下令把门炸开。她回头看向身后的棕熊，快给我点火！棕熊憨厚的一步步走到那个巨大的炸药包前，快点啊！你这头蠢熊！江心瑶不耐烦地骂道。棕熊缓缓抬起头看了看阳台上的我，又转头看了看身边的江心瑶，他突然咧嘴露出一个人性化的嘲讽笑容。江心瑶，棕熊突然开口说话。你真的以为我是你的灵兽吗？江心瑶愣住了。你怎么会说话了？我不光会说话，我还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该下地狱了。小黑根本就没去点那个炸药包，反而猛地抬起厚实的熊掌拍向了地面。天赋技大地践踏，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地面瞬间剧烈塌陷。江心瑶和那20几个异能者直接失去平衡，尖叫着掉进了棕熊这几天偷偷挖好的深坑里。林浅，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灵兽！江心瑶在坑底疯狂尖叫，这是背叛，这是施主。小黑的主人从来都只有我一个。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胡白，我轻轻唤了一声，身边的银发少年指尖微微一点，无数道锋利的冰棱从天而降，精准地封住了深坑的出口，只留下一个个细小的通气孔。那不是为了让他们活着，而是为了让他们在极寒中慢慢体验绝望的滋味。江心瑶在坑底绝望地嘶吼：为什么？明明我才是重生的，明明我抢走了棕熊，为什么最后还是输给你？我站在坑边，看着下面那个狼狈不堪的女人。因为你蠢。棕熊蹲在坑边，语气带着恨意。实话告诉你，老子的隐藏血脉是大地之熊，防御力堪称无敌。上一世要不是为了保护林浅姐，就你那些垃圾手段能杀了我？江心瑶听得面如死灰，瘫坐在坑里。此时胡白亲昵地搂着我的肩膀，慵懒地补了一刀。虽然我很讨厌这头蠢熊，但他有一点说得对，灵兽的强弱从来不在于品种，而在于御兽师的心。你心太脏太恶毒，就算给你条龙你也养不活。我没有再看江心瑶一眼，转身离开。
走吧。胡白随手一挥，一层厚厚的冰雪彻底覆盖了深坑，周围瞬间恢复了宁静。极寒末世持续了整整3年，不过这3年对我而言却并没有那么难熬，反而十分惬意。棕熊小黑在解决完江心瑶后，拒绝了跟我回别墅生活。姐，我不想当你们的电灯泡，打扰你们2人世界。此时的小黑已经完全化形，变成了一个身高2米的壮硕汉子。我打算去山里占山为王，顺便找几头母熊谈谈甜甜的恋爱。有事你随时叫我，保证随叫随到。说完，他扛着几大箱珍藏的蜂蜜和腊肉，潇洒地钻进了茫茫深山老林。而我则和胡白在别墅里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别墅的客厅里温暖如春，胡白9条蓬松的大尾巴铺满了整个地毯。这3年里，他成功进化出了9尾。我舒适地躺在他柔软的尾巴堆里，手里拿着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老婆，胡白凑过来，把脑袋搁在我的肩膀上，银色的长发垂落在我的胸口，痒痒的。我饿了。厨房的烤箱里有刚烤好的鸡，不想吃烤鸡。胡白那双一瞳水汪汪地看着我，带着撒娇的意味。他低头在我脸上轻轻啄了一下，翻身将我温柔地压下，毛茸茸的胡耳轻轻抖了抖。胡白的出身血统本来就非常高贵稀有，想要觉醒天赋技能肯定比普通野兽困难100倍。好在经过了这一段日子的煎熬，他终于还是成功完成了突破。胡白，赶紧告诉我，你到底觉醒了什么厉害能力？我好奇地追问。他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懒散地吐出一个大字。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脑子里的想法瞬间就跑偏了10万8千里。我忍不住偷偷地往下瞄了一眼，但是堂堂一只血统高贵的灵兽，觉醒这种技能是不是有点太不正经了？怎么想都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狡黠的坏笑，摆明了就是故意在逗我玩呢。你的脸蛋怎么一下子红成这样了？脑子里该不会是在想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吧？我是想告诉你，我技能的覆盖范围非常大。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功夫，窗外那漫天飞舞的大雪悄悄地停了下来，满天厚重的乌云也开始一点点消散，消失许久的金色阳光重新洒向了冰封的地面，温暖着这片被严寒肆虐的大地。远处的校园里隐隐约约传来了同学们的欢呼声。此时，胡白在我耳边轻声地解释道：我们白狐一族本来就象征着祥瑞与希望，我这次觉醒的天赋能力就是万物复苏。他那张帅气的脸庞慢慢凑了过来，温热的呼吸轻轻喷洒在我的脖颈间，毛茸茸的大尾巴在边上抖动着，那模样简直就像是在跟我撒娇讨喜。浅浅，我这么厉害，帮世界恢复了生机，你打算怎么好好奖励我？